哎，还是群体的、长期以往的这么一个 PUA。你的命运啊，与我无关，就他不是你的因，你也不是他的果，就是你可能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但是你身边的、你的枕边人啊，甭管男的女的，他会更加的了解你。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林鹤谈情感的特别对谈篇。那我是今天的做客主持人安南。那我们今天呢，将和我们的林鹤老师一起去聆听一位女性嘉宾的故事，并且去聊聊故事背后的人性密码，又是人性又是密码的。其实这两个词语呢，都是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因为要去深挖它背后的故事。没错。其实呢，像这个情感当中啊，有很多命理人设，不过呢，是爱变质的遮羞布。变质还是贬值？哎，其实你又可以理解为它变质，又可以理解为它贬值。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撕开它，让它一丝不挂。他一丝不挂，那我们是一丝不苟。有默契。那我们就事不宜迟，来听一下这位女性嘉宾的故事。好。林老師好，我係通過 WhatsApp 留言嘅小月。前一排啱辦完離婚手續，有件事呢就壓咗喺我心入邊7年啦，直到依家我先明白係個笑話。我同前夫結咗婚7年，見住佢事業從前到後高開低走，身體都成日有啲敏震。然之後唔知從幾時開始，身邊好多人就話係我黑咗佢。連我婆婆都指住我話，自從我個仔娶咗你之後，乜事都冇信過。嗰陣時我信咗，我真係信咗，因為我自己對感情同朋友一直都係嗰種，即係遇到咩問題會自我咁去催眠嘅人，即係嗰種討好型嘅人格。嗰7年我真係活到好似個罪人，我搏命咁工作去補貼家用，我甚至乎仲去睇心理醫生。我覺得我自己就係一個不祥嘅人。唉，聽起來其實我內心是很觸動的。我覺得他好像真的就是還沒有走出他現在的那個困境，然後聽起來呢就很像是一場有預謀的精神控制。他通過他身邊的所有人，包括他的最親的母親，去給小月去構建了一個巨大的信息繭房，讓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差勁的人。他被 PUA 了，哎，還是群體的、長期以往的這麼一個 PUA。我覺得比 PUA 更加適用他的名詞是叫煤氣燈效應。哎，聽說過。對，其實就是相當於說他給他製造了一個信息繭房，就是一大家族人都來攻擊他，讓他覺得說我自己是不是真的那麼差勁，開始懷疑自己，然後到最終確信自己就是那個克他的人。然後一整個的流程呢，就是我們稱為最惡毒的煤氣燈效應。它在你潛移默化的時候，就偷偷的侵蝕了你的大腦，像被奪舍了一樣。那它的目的呢，就是會讓小月失去判斷力，從而呢，讓他永久的活在一種內疚、自責、抱歉的一種心態裡面。然後這樣他的家人就能更好的去控制他了。對，就相當於說把他培養成為了一個自己可以為所欲為的一個扯線玩偶。其實我是這麼覺得啊，我覺得這個小月呢，她的原生家庭啊也是這個樣子，就是她的母親啊，那母親的母親也是這麼過來的，所以長期以往呢，也就是對她進行了這種就是慣性的這麼一個 PUA。對，因為其實很多老一輩的思想，它為什麼會流傳至今，是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當時就是這樣的，他並沒有覺得什麼不妥，他已經在意識的深層覺得他已經是一個正常的行為了。沒錯。對他，而且他處在一個沼澤裡面，他而不自知。沒錯，其實所有的悲劇啊，都有一個非常不幸的開頭。對。那麼你說的這個煤氣燈效應呢，其實也非常的精準啊，就是從能量層的這個方面來看呢，這個就是一場極致的能量掠奪。他通過向外界歸因啊，把自己的人生熵增啊與混亂全部傾倒給了這個伴侶啊，所以讓小月呢用他的精神能量去承載本來他就不屬於他的命運課題，就這個比單純的背叛啊、什麼出軌啊更加的可怕。
因为它是直击你的人心，让你成为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会成为这样的人。相当于说，他们一家子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像一个蚂蟥一样，全部都依附在这个小月的身上，通过去吸他的血，然后让自己有更好的营养去存活，让自己的心里好受点。没错，哎，甚至还有后半段，我再给你放一下啊。OK。然之後上個月去做嗰個財產分割，我先發現原來佢喺另外一個城市仲有一頭家，嗰、個女人已經跟咗佢成5年咁多。我質問佢嘅時候，佢居然同我講話，早年算命先生曾經同佢講過，佢命帶雙妻格，注定會有2個女人。我同嗰個女人嘅氣場互相克制，所以佢先會咁克制。佢話佢都好痛苦。嗰一刻我先明白晒，原來我呢7年嘅自責愧疚，我嘅呢個克夫嘅罪名，全部都係佢為自己諗嘅藉口。林老師，我真係好想知，呢個世界上點解會有咁自私嘅人啊？呢個雙妻格唔通黑嘅真係我哋女人咩？我真係諗唔明啊，林老師，你幫幫我啦！不是这双七格，我已经挺长时间没听说过这种格局了。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在一起结婚了7年，他外面那个情人跟了他5年，然后可以一直长期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就2图片嘛，然后他的妻子还以为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他一直工作不顺，家运下跌。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原因是在这个她老公的身上，她直接把一个双妻格当成了她一个免罪的一个金牌，她可能觉得自己，哎，我本来不想这么做的，是命运把我推向这个走势的，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那我觉得她这个心态呢，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个人主义，男性个人主义放在了这个居中的位置，让她觉得她的欲望是合理的，是命中注定的，而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愤怒都由这个女人来背负。他觉得啊，都是算命师傅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没有办法。哎，这个双七格呀，我都挺长时间没听过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已经是一种糟粕了。对，因为你在古代啊，男人的这个八字当中啊，财为什么呀？财为一个男人的财富啊、田宅啊，还有他的妻子、女人，对吧？但是呢，你现在社会文明了，这世界文明了，男女平等了，对吧？我觉得双七格这个东西其实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在子平八字当中呢，这个什么叫双七格啊？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指男命八字当中财星啊，也就是他的七星啊，2位以上，而且力量很强或者无智，那这个呢，就是一种先天的能量特质和人生的境遇啊，就是他一生当中异性可能会比较多啊，或者他比较多田宅啊，或者他感情的选择多，对吧？但这个不代表什么呀？不代表他就必须一定他得找俩媳妇儿。说一个人呢，他财库非常丰盈，还表示他有发财的潜力，还有这种机会。但是呢，如果说他好逸恶劳，甚至违法犯罪，他也同样是会破产的。所以格局呢是一个蓝图，那心性呢才是施工队。所以我总说一句话啊，叫造命由天，改运由人。那感情上来说呢，叫缘由天定，分在人为。那他说这2个女人啊，都互相克他，哎，导致他倒霉，这更是无稽之谈了。就是在能量学说当中呢，这个克代表的就是压制、约束，还有管理。那所以说，好多人说啊，克夫啊，对吧？这个女人克夫，你要在古代来说啊，女子地位低下，对吧？她不从事生产劳作，她天天就相夫教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吧？那克可能真的会克男人的身体健康，或者克男人的事业。但是现在的克呢，它更多的为什么呀？为帮助之意了啊！这个就是跟很多算命老师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对对对，你怎么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对吧？你肯定是要由别人指出的，对吧？那你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啊，就是你可能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但是你身边的、你的枕边人啊，甭管男的女的，他会更加的了解你。所以真正能看到你的人呢，是你的身边之人。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克呀，他也未必说是克你的事业或者克你的感情，而是指他可能会指出你的问题。啊，让你很不爽，
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克未必是一件坏事儿，而且从这个八字学说当中呢，就是克我的为什么呀？为官杀啊，克我者为官杀。那官杀它也代表什么？代表是贵人或者你的上级。那只有说啊，他去克制你，他去压制你，他去指出你的不足，你才有进步的空间。其实所以说子平法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社会人文的一个关系的学说啊，一官二印三财四杀五食六伤，对吧？它是讲的古代的一个阶级等级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这个八字当中啊，他说的双七格，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给他自己找的理由，而不是说啊这个双七格就一定要去找俩媳妇儿，对吧？其实呢，就是如果一段感情啊，让你感觉到被克啊，那它呢就是暴露在你命局当中本就存在的问题和缺陷。那比如呢，一个人的八字当中比劫重重，对吧？欲望无志的这么一个男人，那一段忠诚的关系，对吧？自然就会让他很不舒服了，就会克他的这个放纵啊，让他感觉到不顺。让他感觉到不爽，对吧？这个呢，不是说妻子克他啊，而是说妻子的这个存在呢，就像一面镜子似的啊，就照出他自身能量场中啊，这个如同贪欲一般的这种猛兽啊，让他无法在心安理得的进行伪装和这种自我欺骗啊。其实就像是一段关系里面，他娶了一个很好的老婆，然后他老婆很相夫教子，然后对家庭照顾的也很好，工作上面也处理的很好，但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有很多花心思的一个人，他就会觉得我老婆这么好，我还这样，我感觉好像不是很好，但是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性，要出去找一些外面的一些情人，他就会有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冲突，就会让他自己很难受，那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老婆克我。因为他其实一个男人，当他把心思放在女人身上的时候，他在事业上面就很难有成就了。而且呢，就是像八字当中这个学说啊，你财星不仅为媳妇儿、为情人，对吧？也为什么呢？也为自己的田宅和自己的事业，对吧？那你如果说你把这个能量呢，完全的发挥到女人身上，对吧？那你怎么去搞事业？你有那个时间，你有那个精力，你有那个闲心去搞事业吗？这个就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世间万物的能量其实它是守恒的，它不是说啊我有劲儿就全部都要使出去，我可能啊我女人方面使得多了，我的事业方面的能量就少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劲儿呢可以，但是你得悠着点用。所以说又回归到一个观点啊，叫什么呀？叫亏妻百财不入。对，爱妻者风生水起。对，为什么说亏妻百财不入呢？因为说你比如说你一辈子的财运啊，就那么一点儿，对吧？那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就30分的财运，你拿28分都去搞女人了，你再剩的2分，你可能也就是吃吃喝喝了。但是如果说你30分拿出一半来去搞事业。那你再剩下一半呢，去维系你的感情，对，那你就不要拿28分来搞2个女人了，你拿15分去搞1个女人，把自己的媳妇搞明白了，对吧？这比什么不强啊？其实呢，就这位前夫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失调，就他没法去调和理想的自我与卑劣行径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他就利用了一个篡改现实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不是我错了啊，这一切都是命运推着我走的，对，都命运的齿轮，对吧？命运的走势，对，就这样呢，他就能维持一个我是好人的这么一个自我感觉，就他在自我欺骗，他无辜了，感觉他自己对于自己来说，我很无辜啊，我也不想，对，他命运推着我走，对，一赖命，二赖媳妇儿，唯独就没赖自己，对，就这种人，就我觉得他的不顺呢，就真正的根源就在于说他内心剧烈的撕扯和无限的内耗，他需要不断的去编织这些谎言在2个女人之间在2种生活之间疲于奔命那这种心力交瘁自然会影响到他现实的决策和气场之上，导致事业上的衰退，对吧？而且他身体肯定也不好，对吧？你说这2个，这儿有一情人，那儿有一媳妇儿，你说身体能好吗？课号太多，课号太多，
他把自己的这个内耗呢，伪装成了外界对他的克。而且他把这个克他的这个名头还加在他自己最好的妻子上面。对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大忌来的。没错。因为在八字上面，妻财嘛，他们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财星也指妻子，也指财富嘛。那他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这个女人身上，那他在工作上面肯定就是没有那么多心思。反正所有对命运的归咎，本质上都是对自我无能的愤怒转移。啊，他指责克夫，其实是他内心当中无法去承受自己克自己的真相。是，就即使再怎么样，所有的选择权在你身上，就哪怕你真的是这个双七格，所有的选择的权利都是在你自己身上。就像你刚刚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红绿灯。对呀、对，这个红灯跟绿灯，你走不走，取决在自己身上，腿在你身上，你选择迈开步子，还是说选择我等一等？对，或者我不看这个红绿灯，我直接走。对，对吧？都是个人的选择。没错。那我觉得对于小月来说呢，以及有无数类似经历的一些女性呢，我们要如何从这种被掏空、被定义的这种状态走出来，去完成一个从受害者的心态到主宰自己能量的一个转换呢？我觉得呢，就是3步走啊。就第一步呢，就是能量的识别和切断。首先，就第一点呢，就是要叫认知隔离，就是你得在脑海里对他说，你的命运啊与我无关，就他不是你的因，你也不是他的果。那切断这份错误的能量链接呢，是夺回力量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内耗。对，停止内耗。相当于说，你不要把他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于你自己的身上，他的不幸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都是他咎由自取。其实呢，还有一种说法，就痛了，你自然就放下了，是，对吧？不撞南墙不回头嘛。你拿着一个装满开水的杯子，那个杯子非常的烫，对，烫的你不行了，你可不就得给它放下吗？对吧？就也是承受力嘛。对呀、所以第2步呢，就是能量的回流和滋养啊，就是停止分析它，也停止自证清白，就是你掉入了自证陷阱。把你过去用来研究它呀、讨好它的这个所有的精力、时间、情感，就100%的收回来。然后收回来以后，你干什么去啊？读书、赚钱、变美、拥抱让你快乐的一切。当你开始滋养自己，你的世界才会停止枯萎。其实就相当于说，与其去爱一个伤害你的人，你不如先学会爱自己。没错，所有都是要先爱自己，那么那个人才会来爱你。就是当你的生活已经处于一个比较能跟自己去平和相处的时候，那你身边的其他人才会来顺应你的节奏，而不是你被节奏带着走。那第3步呢，就是重建能量和超越自己曾经的能量。就当你足够强大了，就其实你会感激这段经历的啊。当然不是说你感激这个前夫啊，不是感激前夫啊，是感激那个从废墟当中又站起来的自己啊。他呢也让你看清了人性的一些阴暗面。其实这堂课啊，让你有提升了，也让你对未来不会陷入同样的这么一个陷阱。每一个人在你的人生里面出现，我觉得他都是你的一门功课。就哪怕是遇到了错的人也好，对的人也罢，那它都是我们人生需要成长搭建的起来的一个阶梯，你能一步一步顺着它往上走，成为更好的自己。没错，其实甭管说多大的能量，其实都滋养不了一个贪婪的关系。就是就像阳光啊，它照不进一个就是被封死了的黑房子里头。你的离开呢，不是他的解脱，而是你停止了对他的能量的无限的书写，并开始为自己发电。就是你得把所有的精力从他那里收回来，回到自己本身的身上。没错，不要再去为他输出一些能量，让他能心安理得的继续用吸食你的能量而活下去，而你要给自己能量，让自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我觉得两性关系当中啊，包括说人生当中任何一段关系，其实它都是讲的一个阴阳调和，对吧？任何一个不平等的关系，最终都会走向毁灭。当一方的索取过度的时候，另一方就会逐渐枯萎。然后当你到你已经快要觉得自己快要死亡的那一刻，你才突然觉醒，停止输送，能量才会重新回到你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其实最终的救赎之道呢，其实并不是说我要去原谅他、宽恕那个伤害你的人，
而是强大到他任何的定义再也无法对你构成任何的实质性的伤害，就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了。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叫真正的放下不是说我原谅你了，而是我提醒你之后，我可以很平静的输出我很客观的观点。之前我老听人说放生，我觉得这个就跟放生一样，就是当你放生这些动物的时候啊，其实你放生的不仅是这些动物，就是真正的放生是要放生自己。是，就不要再跟自己过不去，对，不要太拧巴，不要太钻牛角尖。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从这一个小月的故事也可以看得到，其实女性呢，终其一生要学习到的呢，不仅仅是如何被爱，如何才能被爱，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学习如何牢牢地掌握、定义自我，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主宰自己的能量，而不要被别人牵着走。所以呢，咱们这次嘉宾的这个经历呢，也给所有的人都敲响了一个警钟。那所谓的这个双妻之隔呢，他克的从来都是那个内心摇摆、贪心不足，然后又没有担当的命主本人他克的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清净心克的是他自己的贵人运，也克的是他自己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格局和担当。所以说他的人生呢就是被自己的贪嗔痴给克死了。所以对他而言呢，就是你的离开对他并非是胜利，而是他失去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从此他必须去独自面对自己人生的所有的漏洞。那我希望通过小月的这个经历也能够成为我们女性的一个清醒的一个启示。也要记住，我们唯一的课题呢是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学会爱自己。那么也感谢收看我们本期的林鹤谈情感，愿心有明灯，百毒不侵。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